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个贝尔金充电器上一期测试视频咱们都看到了，这个充电器65瓦满功率输出，它的表面温度可以达到78度，充电口里面的温度竟然高达80多度啊！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买去给笔记本电脑啊，还有一些需要满功率负载的设备使用啊。这个充电器200多块钱，也就是手机和平板用一用就行了。这一期视频咱们就是拆解这一个贝尔金65瓦的漫威联名版的充电器。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贝尔金号称苹果的干儿子，咱们这一期视频把它拆解开，看看这个里面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咱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接缝，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用切割机沿着这个接缝把这个充电器给它切开。大家看一下，正规产品主燃材料切出来全部都是粉末，白色的壳体就是白色的粉末，这个是黑色的粉末。切的差不多了，我们就直接把它撬开。外部的折叠插角通过一红一黑2根导线连接到内部的主板上面，这是内部的做工的样子。我想办法把这个里面主板给它拿出来。由于这一个充电器它是一个椭圆形的结构，这个底部这一边绝对是灌有胶的，咱们用钳子拔都拔不出来，没办法，我们再继续切割。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构，经过4面切割，我们才可以把这个里面的板子给它拿出来。底部全部都被灌满了这种散热胶，而且这两面都贴有这种石墨烯散热贴，站在这一个壳体上面。充电器拆解有触电的风险，这个高压电容这里有300多伏的高压，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拆解充电器是非常危险的，请勿模仿。对这高压电容进行放电，免得把我打一跳。这个胶太多了啊，不好清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的 PCB 它是呈工字形的结构，这上面有一片薄的 PCB， 底部有一片薄的 PCB， 这里还有一块 PCB， 这里有一片 PCB 的板子，这一块板子明显要厚很多，这里是次级的一块小板。然后我们把这个胶清理一下，看得更清楚一点。咱们已经初步的把胶清理了一遍，就清理出这么一堆出来，全是白色的散热硅胶。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然后我们把它全部都拆散。这个贝尔金漫威联名版的65瓦充电器拆解后就是这个样子。电路框架由4块 PCB 构成，内部结构非常的紧凑。初次级电路由这一块3块 PCB 构成， DC 直流输出就是这一块厚一点的 PCB。整体电路的话，就是传统的 QR 反击开关电源加次级同步整流，再加协议芯片控制2路升降压电路电流输出的架构。我现在就是从220伏输入端到直流的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这个充电器值不值298元？大家继续往下看。首先就是充电器的开关电源的初级 EMI 电路，这个是充电器的折叠插角，用一块半透明的塑料压住零火线的簧片，用3颗螺丝进行固定。内部簧片为金属锡磁的材料，插头为不锡磁的铜磁材料。输入端一颗白色贴片式保险丝，来自成立于2003年聚焦中高端电子电力保护元器件的公司东莞市贝特电子科技。这颗保险是贝特244系列慢熔断贴片保险丝，规格是 3.15 安，耐压250伏。一颗黄颜色的安硅 X2 电容，来自成立于2007年一家专注于电容器研发设计和生产的公司东莞市微庆电子。这款电容的规格是 0.33 微法，耐压275伏。这一颗电容微庆官网没有这个电容的资料。2颗共膜电感并联使用，用来滤除220伏交流电内部的 EMI 杂波。电感是用气泡线和绝缘线2种线材进行扰制，并且底部打有黑胶，用电木进行固定，用来防止浪涌电流损坏充电器的 NTC 热敏电阻。这颗电阻厂家未知。贴片式整流桥思翼型号
DBF806，负责将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按照适应规则应该是8安600伏的贴片整流桥，厂家也是没有查到。3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厂家来自成立于1985年，国内一家老牌铝电容器生产厂家，湖南的爱华电子，规格是33微法2颗，39微法1颗，耐压的话都是400伏，总容量105微法，属于爱华电子 RK 系列充电器专用小型化电解电容，一颗工字擦膜电杆，这个也是用来滤波的，外部套有热收管进行保护。这一块小板用来安装2颗电解电容和刚才那一颗工字擦膜电杆。220伏交流电经过整流滤波，就进入充电器的开关电源部分。开关电源的主控芯片适应型号 SC3023，来自成立于2015年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的上海蓝芯半导体。这是一颗高频准谐振反击控制器，内置了氮化镓驱动，可用于直接驱动氮化镓开关管。芯片内置 X 电容放电和高压启动，具备自适应开关频率折返功能，能在整个负载范围内获得更高的效率。内置完善全面的保护功能。这一颗就是由主控驱动的氮化镓开关管，适应型号 NV6136A，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专注于开发超高效的氮化镓半导体产品的公司，美国的纳威半导体。这是一颗高集成度氮化镓功率芯片，内置高精度无损耗电流采样电路。这颗氮化镓开关管内部的导阻170毫欧，耐压700伏，支持2兆赫兹的开关频率。这一部分电路用于抑制谐振电压尖峰，保护氮化镓开关管免受损坏，同时也有利于 EMI 的优化，为充电器的 RCD 尖峰吸收电路。这个就是充电器的变压器，变压器上面有厂家的适应信息，这2个为次级的电流输出端，这个是次级同步整流控制芯片用的一个辅助绕组，这边是初级的电流输入端。在开关电源中起到电气隔离、控制信号、错误检测与保护反馈控制等关键作用的光电耦合器，适应型号 BPC1009， 来自成立于1981年专业生产 LED 及其周边产品的企业台湾百宏工业。这颗光耦属于百宏工业 BPC10XS 系列光电耦合器，用来抑制电池干扰和共膜噪声，确保电源设备的电池兼容性和安全性的贴片安硅歪电容一颗，来自成立于2014年专注于被动元器件生产及销售的四川特瑞祥电子，适应型号 1101K， 规格是100匹法，耐压400伏。这一片 PCB 上面还有2颗贴片式 M2CC 安硅陶瓷电容，来自成立于1981年电子元器件供应链中少数涵盖主被动双通路并且拥有制造工厂的多元化公司，台湾的和生堂。2颗电容总容量大概是1100匹法。充电器的次级同步整流电路就在主板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是芯片器件，背面这里有一颗滤波电容，次级同步整流 NMOS 开关管，适应型号 TDM21016A， 来自成立于2016年一家专业 IC 设计公司深圳的泰德半导体。这一颗 NMOS 官网查不到资料，我在网上也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资料，规格的话咱们也不清楚。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适应型号 SC3503， 跟主控芯片一样，来自上海蓝芯。这是一颗自适应开通检测、快速关断同步整流控制器，输出电压最低可以低至0伏，具有专利的自适应开通检测电路，避免同步整流管误开通，具有超低的静态电流，支持高测和低测同步整流。次级同步整流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一颗，这个电容的规格是820微法，耐压25伏，来自成立于2005年一家主要生产各种固态电容的厂家台湾的裕邦电子。这个电容适应 EPD， 在裕邦电子的官网没有这个资料下载。一颗适应 431AC7 的稳压芯片与前面的光电耦合器配合使用，形成一个反馈回路，确保次级输出的电压的稳定。充电器的次级协议控制降压输出电路，2个 C 口各有一路降压电路，而且这个电路的架构几乎就是一样的。2路升降压电路输入滤波电容，采用的堆积片式陶瓷 M2CC 电容，2颗电容的位置只安装了1颗，2颗适应 R005 的贴片电阻为2路升降压电路的输入电流采样电阻，这2颗就是2路升降压电路升降压的电感。电感的外面套有热收管进行保护，用气泡线的铜丝进行绕制。电感内部的磁芯都是黑色。2路升降压电路用的 NMOS 开关管，这里1颗，这里1颗。背面的话，这边1颗，这边1颗。2路各使用2颗，一共4颗，组成半桥拓扑电路。它们的适应型号全部都是 TDM3478，
跟次级同步整流 NMOS 一样，来自深圳的泰德半导体，规格是蓝牙30伏，内部的导组6毫欧，两路升降压电路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这边一颗，这边一颗，两个控制芯片的适应型号都是 TD1741，也是来自深圳泰德半导体的产品。这是一款双电流同步降压控制器芯片，支持输入电压6到40伏，输出电压3到28伏，输出电流最高可以高达10安，具有良好的线路和负载调节能力和灵活的外部电路设计。两路升降压电路使用的 USB 协议控制芯片它是不一样的，一个充电口用的适应型号是 SC2021A， 还有一个充电口使用的是 SC2151A， 都是来自南星半导体的产品。从两颗芯片的规格书来看，这两颗芯片几乎是一样的，都是集成 CC、CV 环路控制、内置环路补偿的 Type-C PD 和 DPDM 快充控制器，符合最新的 Type-C 和 PD 3.0 协议标准。两颗芯片在这个充电器里面使用，内部的协议设定都是一模一样的。两颗芯片同时输出的最大功率不能超过65瓦，芯片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确保适配器的安全。两路升降压电路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两颗电容上面都套有这种硅胶的套子进行保护。两颗电容的规格都是220微法，蓝牙25伏。这颗电容看着很像台湾裕邦电子的电容，但是一比对，这中间这个 logo 不一样，厂家的话咱们也不敢确定是哪一个厂家的，所以说厂家未知。两路升降压电路，两个充电口的输出 V-bus 开关管，这里一颗，两个 Type-C 口中间这里夹着一颗。两颗 NMOS 的适应型号都是 AGM306， 来自成立于2005年一家专业从事各种大功率半导体器件与功率器件设计销售的公司——深圳新控源电子。这颗 NMOS 的规格是蓝牙30伏，内部的导组 5.7毫欧，一颗适应 R010 的贴片电阻和这一颗适应 R005 的贴片电阻，分别是两个充电口的输出电流采样电阻。视频到这里，估计粉丝会问这个充电器298元的官方售价到底值不值？按照我们拆解了这么多充电器，这个充电器的内部用料谈不上豪华，也谈不上很好的用料，除了一颗氮化镓开关管，其他的都是我们国产的元器件，而且不知名的器件占了不少。我只能说，果粉的钱真的太容易了。这样说你们应该明白了吧？充电器的两个 Type-C 连接器，内部的舌片都是黑色，采用立式安装。内部舌片的做工细节看着都很不错。充电器的壳体内部打有各种 logo， 还有数字信息。充电器的前盖壳体上面这个地方也有数字信息，这里也有数字信息。这个麦蜡片是作为充电器的初级和次级隔离作用的一个隔离片。这一个贝尔金65瓦的双口充电器，而且我手上这一个还是漫威的联名版。经过我们测试和拆解，值不值得买？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不介意它298元的售价，买回来同时给2部苹果手机充电也行吧。毕竟苹果一个20瓦都要149，对吧？我不建议拿它给笔记本电脑和需要65瓦功率输入的设备使用，这家伙整体设计太紧凑，温度很高，很烫手。喜欢我视频的铁子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还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点点订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